所以薯片真的会致癌吗？今天的话题是：究竟吃薯片会致癌吗？大家好，我是营养师 Z。大家好，我是营养师 Zoe。在 CMC2 的时候，在 Instagram 上面是不是很多人都在卖薯片？这样你有没有在家吃薯片呢？我是一个很喜欢吃薯片的人。我每次吃的时候呢，我妈咪就在旁边讲，不要吃这样都会中 cancer 的啦。这样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吃薯片真的会致癌吗？那么在上个月11月的时候呢，在中国，专家就对一系列的薯片，差不多有15款薯片进行测验，来检查里面是否含有致癌物成分。结果就发现，好多薯片里面都含有这个致癌物成分，叫做 acrylamide。这样子，什么是 acrylamide 呢？acrylamide 就是高淀粉的食物在120度的高温以上过程当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物质。这样，比如讲我们拿 potato 去炸的时候，它的 protein 跟 sugar 会经过一系列的过程，我们叫 Maillard reaction， 然后产生这个 acrylamide。那么什么食物当中有 acrylamide 呢？那么其实好多食物里面都含有这个 acrylamide 成分哦，但是都是要在经过一定的高温就好，比如刚才主义有讲的120度以上，所以就好像我们的 bake 啊、fry 啊、roast 啊、toast 啊这些 ，OK， 尤其是淀粉类食物，在经过这种高温处理下呢，就会提高 acrylamide 的成分，所以零食尤其很多这个 acrylamide 成分啊，就好比如我们的 potato chips。OK， 又或者是我们的 French fries， 那么再来呢，如果是我们的食品是由这个淀粉类或者是谷类食物生产的呢，好比如我们的 breakfast cereal、cornflakes 之类的，又或者是这些 cookies， 或者是这些 crackers， 甚至连饮料都有，就好比如我们的 coffee，那么其实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很常见到的，就是 cigarette smoke，OK，我们的烟里面也含有这个致癌物成分。这样 acrylamide 到底有多危险呢？ acrylamide 它被称为 probable human carcinogen, reasonably anticipated to be human carcinogen, likely to be carcinogenic to human。它被称为2A 类的致癌物。什么是2A 类的致癌物？这样致癌物有分很多种。1A 类的致癌物就是说它 confirm 确定会中癌，会致癌。2A 类的致癌物就是它对动物会致癌，但是它没有证据对人体会致癌，所以这个acrylamide 它是2A 类的致癌物，在实验当中对老鼠会致癌，但是它没有证据会对人体致癌。虽然说 acrylamide 对人体是没有证据会致癌的，这样我们到底可以吃多少 acrylamide 才算是安全的嘞？OK， 那么根据 research 呢，其实是有那么一个数据啊，我们叫做 tolerable daily intake。那么如果一天我们的量不要超过这个数值呢，我们就属于安全的。OK， 那么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值呢，可能我们患上癌症的几率就会增加了。OK， 那么这个数值呢，到底是多少呢？它是2.6 microgram per kilo weight。OK， 比如说我现在48 kg，这样我一天的安全范围就是48 kg 乘2.6 microgram per kg， 也就是124.8microgram， 对，124.8 microgram。然后好像我这样子呢，我是58 kg 嘛，所以58 kg乘以2.6 microgram per kilo 呢，我一天是可以吃到150.8 microgram。对，那个数目到底是多还是少呢？所以世界上呢，不同的卫生组织会对他们的人民进行这个 acrylamide 摄取量的调查。结果就发现到呢，其实人民的 acrylamide 摄取量就是在0.3到0.5之间。那今天我们就拿这个0.4 microgram 来讲好了。好像我这样子，我就是58乘以0.4 microgram per kilo， 所以我一天的平均 acrylamide 摄取量是在多少？23.2 microgram， 所以距离130多，其实还是还有瓜大可以吃。这样子讲好吗？还有瓜大可以吃。这样，2011年到2015年之间 ，FDA 它其实收集了差不多2500个 food sample， 我们的 food packaging 的 sample 去验这个 acrylamide， 结果他们发现
跟2002年到2006年的 Food Saver 比，其实商家已经减低了很多 acrylamide 的含量在食物里面，所以其实大家不需要太过的担心。那么刚才在前面有提到嘛，在中国专家对一系列的薯片进行测验嘛，那发现有其中3款呢，它们的这个致癌物成分 acrylamide 呢是超过了2000 microgram per kilo。如果你吃了高含量 acrylamide 的成分，比如讲那个超过2000的，虽然我们不可能吃到1个 kilo 了，但是如果我们吃一包差不多160 gram 的话呢，就大概含有320 microgram 的 acrylamide 成分，所以就已经超过了我的瓜达，也超过了 Zoe 的瓜达。幸运的是呢，现在很多厂家都会 follow 这个 regulation， 尽量控制在750 microgram per kg 以下。另一个 example， 如果我们吃的是750 milligram per kilo 的话呢，好像我们Malaysia的包装呢，大包的 potato chip 是160 gram， 我吃了一包薯片，我的 acrylamide 成分就是差不多120 microgram。这个还没有到达我一天的瓜达啦，把量差不多满了。把量差不多满了。如果大家还是会担心这个 acrylamide 的问题的话呢，这边有几个小 tips 送给大家的。那么首先当然就是减少这个 potato chips 或者是 French fries 的 intake 啦。OK， 那么再来呢，就尽量是少吃那一些脆脆的零食，炸的东西。对，那么如果薯条你要吃的话呢，我们是会建议，你切成条状的 ，OK， 比较肥一点点的。对，因为如果你的 surface 对你体积的 ratio 越大的话呢，这个 acrylamide 成分就越多。OK， 那么再来就是选择煮法的问题了啦。如果我们选择用 boiling 或者 steaming 这些方式呢，会属于比较健康的，可以减少 acrylamide 的成分。OK，compare with 那些高温煮法。OK， 那么再来就是煮的时间呢，尽量也不要太长。OK， 缩短煮的时间。对，这样我们吃薯片，我们应该关心它含有致癌物 acrylamide， 但是我们应该更担心它是高 calorie 的、高盐分，然后因为它油炸，所以又高油分，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尽量少吃这一些炸的东西或者零食类的东西，这样我们就希望大家吃得健康、吃得开心喽。我们下一期见，拜拜。